24岁启智小姐姐第一次相亲，见面就向男生提出在吃上财务自由的要求。男生觉得偶尔在外面吃一次，花个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没想到小姐姐说的是顿顿都要出去吃。我健身嘛，我好多东西不吃，所以我就是平时都是出去吃。所以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这个消费观也大概跟我一样。男生听后有点不理解，觉得天天在外面吃饭，花钱不说，关键还没有家的感觉。女生听后却不赞同，坦言自己不喜欢做饭，更不会去刷碗。我不仅仅是讨厌刷碗，我是讨厌所有的家务。我的人生追求就是永远不干家务，这样。看来在女孩的思想模式里，对家庭这个词根本没有概念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家庭中所要承担的责任，所以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，她的想法更加令人难以接受。我就跟我父母说，将来如果你们要进 ICU， 不要指望我花钱。这个自信又任性的女孩叫崔文，自己经营着一家服装店，年纪轻轻已经做到年入30万。身高175的文文不仅身材高挑，而且颜值出众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出众的身材长相无形中也使得她更加自信。现在单身大概有1年的时间，希望自己像女王一样，我不想做小公主，更不想做傻白甜，也很自信的觉得我是一个大美女。如此优秀的女孩，节目组自然不敢怠慢，于是很快为她安排了第一位男嘉宾。陈先生今年26岁，是一名职业摄影师。他不仅爱好古董，而且还有一个自己的古着店。无论穿衣打扮还是形象气质，陈先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艺术气息。但文文却似乎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。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就明白我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所以我和他是最不可能的。两人互相打过招呼后，文文就率先展现出了自信女王的一面，称自己为了健身要控制饮食，所以不能在家里吃饭，几乎顿顿都要在外边吃，并且这样还不用刷碗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而对于自己最讨厌的做家务，文文也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。那如果就说两人在一起，你觉得那谁来做家务呢？我希望我和我男朋友谁都不要做家务，就阿姨来做就好。陈先生听后也是彻底无语了。相比之下，陈先生更愿意享受在家吃饭的感觉。他认为即使工作再忙，做家务也是必须的，夫妻二人应该懂得相互付出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所以对此他并不赞同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表面看着光鲜亮丽，背后感觉有点邋遢。看到陈先生有点不高兴，文文便开始找各种理由试图搪塞过去，不是说擦地板会腰疼，就是说刷碗手怕了，但我一例外都被陈先生怼了回去，并一针见血指出他的问题根源所在，丝毫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。你这给自个找理由，懒说到底就是。对，我就是懒。文文无奈也只能以苦笑来掩饰内心的尴尬。看来两人真的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不出意外，两人最后都没选择对方。很快节目组又为文文安排了一位海归高富帅李先生。显然文文没有接受上一次失败的教训，两人还没聊几句，他又开启了自己的女王属性，表示如果自己的父母生病，他绝不会花钱让他们住 ICU， 因为即便是在他们那边的小城市，住在 ICU 里一天也要8000块钱，而对于他们这种普通的家庭，如此高昂的医疗费用根本承受不起。有一天他们病了，做 ICU 了，我会说这些钱留着给我的孩子吧，我不会给你们治病了。一是我也真觉得 ICU 没有尊严，二是我希望我这些话能改变他们的消费观。我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我没有遗憾，我会想着说我带我父母花花世界看过了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觉得没遗憾。听到文文说的理直气壮，李先生也着实被惊呆了。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女孩竟然如此自私，当面临亲情和利益的抉择时，他不惜放弃亲人的生命而选择后者。也许是觉得话题过于沉重，李先生故意转移了话题，问文文对于结婚生子的看法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文文的回答再次颠覆了他的三观。我可能就会觉得如果生这个孩子要降低我的生活质量的话，我就不生了。李先生认为文文的想法太不负责任，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思维模式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最大努力去创造好的生活条件，而不应该把这个当作不生孩子的借口。看来两人的思想认知存在巨大差距，很多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，最终两人也没能成功牵手。其实对于文文不会花钱让父母住 ICU 的观点，也并非全无道理，毕竟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病人情况都各不相同，最后结果也可能会大相径庭。真的很难说谁对谁错，大家说对吗？普通人相亲要房要车要彩礼，人家小公主张口就是大城堡。男嘉宾以为这个幼稚又单纯的女孩肯定是在开玩笑，没想到却是真的大城堡，心想这个真的受不了，于是吓得撒腿就跑。我希望在结婚的时候呢，他能送我一座城堡，这是我结婚的必要条件，我不会妥协。这个自信又任性的小公主名叫肖凡凡，来自于南瓦族，现在是一名影视商务。凡凡拥有着完美的身材比例和天使般的容颜，上学时就受到众多男同学的追捧，这也给她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。因此当面对男嘉宾的吹捧时，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。他说我是颜值之霸，我并不觉得很惊讶，我本来就挺好看的。但如此傲娇的凡凡却有着不堪回首的童年。由于云南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，她从小就备受家人冷落，所以当遭到男嘉宾无情拒绝后，她也会伤心的痛哭流泪。
其实对于爱情，我没有那么有自信，所以我需要列很多条件去筛选。我现在就是很难过，我不想说话。即便如此，凡凡从未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她渴望把她捧在手心里的那个人快点出现。我觉得我自己哪都挺好看的，我觉得自己很完美，我很爱自己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公主，我希望结婚的时候呢，我未来的另一半也能把我当公主一样的对待。于是栏目组很快为凡凡安排了一位男嘉宾李旭晨，网络主播，不仅高大帅气，而且年收入200万加。看到凡凡第一眼，他就对小公主出众的身材颜值很是满意。但是当凡凡得知她是一名主播后，当即表示对她的职业很介意。我唯一就介意一点，可能就有点作，我会嫉妒，如果我男朋友老在跟其他女生聊天。我其实也比较介意。你介意你还老跟别人聊天？奇怪的是，旭晨听后非但不担心，反而暗自窃喜，因为他感觉凡凡之所以介意，恰恰说明他对自己很在意。于是旭晨赶忙向凡凡解释，直播聊天只是自己的工作，下播后他从来不跟那些女孩联系，他们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自己。虽然凡凡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，但也觉得勉强能说得过去，于是便接着问旭晨是否愿意为自己买一座城堡。恋爱就是很宠我啊，很爱我呀，然后关心我啊，体贴我啊，喜欢我是最重要的。城堡其实是必要条件，但是不是所有条件。这一突如其来的提问着实把旭晨吓得不轻，他感觉凭借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，要买个城堡确实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于是就和凡凡商议，看看能不能在燕郊或者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买一个，但却遭到了凡凡的拒绝。凡凡认为北美和欧洲不仅环境好，而且比燕郊更便宜，城堡买在那里看星星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喜欢北美或者欧洲，我之前在美国上学，那边房价挺便宜的。那是挺好，而且比燕郊的便宜。旭晨听到凡凡这样说也是彻底无语了，他觉得凡凡就是心比天高的小公主，她的浪漫情怀自己实在不配拥有，于是果断选择结束了相亲。但是凡凡并没有因此而气馁，紧接着约见了第二位男嘉宾王先生。果然男人都是颜值控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王先生看到凡凡倾国倾城的容颜，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。凡凡听后更是心花怒放，感觉王先生肯定会给自己买城堡，于是马上提出了对于城堡的具体要求。我不喜欢太大，因为我没有安全感。我喜欢刚好，然后门前有一个小花园就行了，因为我很喜欢玫瑰花，并且如果是他亲手为我种的话，我会觉得他真的有在为我浇灌这段婚姻。不出意外，王先生听后直接呆若木鸡，半天没缓过神。看来前两位男嘉宾确实实力有限，栏目组也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于是这次安排了颇有实力的刘先生。刘先生是2家创业公司 CEO， 并且曾经入围2017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，身价上亿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并且刘先生与凡凡还都是云南老乡，所以两人见面也是感觉分外亲切，聊天氛围愉快而轻松。在用家乡话做了自我介绍后，刘先生先是对凡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你这么直接的说城堡，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？就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切实际。不切实际啊。对，你介意吗？我觉得不切实际并不代表它不可以实现，而且每个女生都有公主梦，长大了就没了。但是我有，我坚持下来了，我也敢说出来。显然刘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凡凡坦言城堡是自己结婚的必要条件，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能力，就算有爱情也绝不会接受。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，如果我觉得我会爱上这个人，然后这个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，两个人都不要痛苦，就不要有开始，我不会有开始。谈完感情，两人开始聊起了家常。当刘先生听凡凡讲起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时，也表示非常理解和同情。其实小时候，我奶奶希望我家里人再生一个男孩子，明白吧？在云南，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完美，才会没有得到爱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就希望我自己完美，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去证明自己。这无疑让凡凡对刘先生的好感倍增，也更加确定了刘先生就是为自己买城堡的那个人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在最后的互选环节，尽管凡凡选择心动卡片，但刘先生却选择了拒绝。巨大的心理落差也让凡凡一度情绪失控，伤心不已。婚姻不是儿戏，双方都应该脚踏实地，而不是仅靠幻想来支撑。大家说对吗？24岁做作女孩只因为男友约会迟到了1分钟，直接把现男友变成了前男友。然后迟到1分钟，再见。微信早安晚安没有，再见拉黑。早安晚安一定要有句式，4句你少一个再见。男嘉宾听后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，心想难不成以后还得掐着秒表去相亲？这个爱做的女孩名叫在米热，是一名广告模特，傲人的身材和超高的颜值一直是她引以为傲的资本，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。给自己颜值打90分吧，10分扣在太完美。好家伙，小编我着实有点孤陋寡闻了，头一次听说太完美也是件分享，可就是这么完美的女孩也会因为没有男朋友而苦恼。米热思来想去也是终想不明白，最后只能极不情愿的给自己单身找了一个借口。自身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比较爱作，
然后就把对象给作没了。虽然在他心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节目组也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毕竟现在是女9座也不足为奇，于是便很快为他安排了一位男生。男生名叫程松达，今年25岁，北京土著，还是个海归，本科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，目前从事某运动品牌零售行业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错，年薪50万加，且有很大提升空间。当看到米热的第一眼，松达就被他迷人的外表深深吸引。他认为米热无论身材、样貌还是气质，都不是一般女孩可以比拟的，也就觉得他的眼光可能会非常高，自己机会可能不会很大，于是便首先询问起了米热的择偶标准。你理想型的男生是什么样的？我希望他的个子比我高，皮肤要好，性格要好，大男子主义，很给我安全感。松达听后顿时来了精神，觉得这几项条件自己完全符合，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，也就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于是接着问道：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物质上的硬性指标？收入得跟我一样或者比我高。听到女孩这样说，松达也是很自信的点点头，觉得自己年入50万，肯定能轻松拿捏。月我可能就收入十几万，因为这个物质方面才是显而易见的嘛。你不能说是你思想上有上进心，我又看不出来。米热说的是轻描淡写，松达听的是百爪挠心，惊讶的同时也挽起了笑容，笑视术。松达原本信心满满，没想到最后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小丑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挫败感油然而生。米热似乎看出了松达的心理变化，于是接着说道：相比于物质条件，他更希望对方能够容忍自己的小脾气。当时我谈恋爱的时候真的要秒回，你要是不秒回，我立刻给你拉黑。松达听后则表示这个要求很合理，自己完全可以接受，但不能太过火，做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人难以接受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在诈骗，并且还用前女友做了一个反面教材。举个例子，我在开会，我的女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我生病了，我很难受，我要去医院，我去找我的老总。我给他说，女朋友生病了，她要去医院，我现在能提前退会议吗？老总很善解人意，说，你去，赶紧去。回到家，我发现他一点事没有，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剧。米热听后直呼自己就是这样的女孩，也做过类似的事情，似曾相识的话题。所以说你是有做过这样的行为吗？我有做过。不会吧？这么极端的例子都有人能在真实生活中做出来？显然这完全超出了松达的底线，表示完全无法接受。米热也感觉松达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性格方面和自己都不是很合适，于是两人很体面的结束了相亲。紧接着节目组又为米热安排了号称钢铁直男的张稳妥。聊天当中，米热发现张先生并非别人所说那样不解风情，他也有自己柔情似水的一面，他会因为和女友分手而深深自责，也会为了哄女友开心而撒娇卖萌。因此米热也是对张先生好感倍增，觉得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，于是大胆的向张先生敞开了心扉。就上一段恋爱的时候，年龄也比较小，就很作。你要迟到1分钟，再见，我立马转头走人啊！微信拉黑，电话拉黑，然后微信早安晚安没有，再见拉黑。早安晚安，对不？一定要有句式，就是晚安宝贝，我爱你么么哒，晚安宝贝，我爱你么么哒。这四句你少一个，再见。拉黑。果然张先生没有令他失望，他觉得女孩子就是用来宠用来爱的，偶尔撒撒娇卖萌是很正常的。说到兴起时，甚至模仿起摇尾巴的动作逗米热开心，米热也很是受用，被逗得心花怒放，开心不已。不出意外，两人顺利牵手成功。不得不说，爱情是相互的，需要双方互相包容和理解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大家说对吗？我敢保证你从没见过如此奇葩的相亲，否则小编我给你表演倒立拉稀。彩礼50万，我再给你200万，生一个女孩给你40万，生一个男孩给你80万，然后每生一个孩子给你配2个保姆，买一套房子。不得不说，大哥真是小牛做火箭，牛逼带闪电，就是这么豪横加任性。不过你可千万别不信，大哥确实有这个实力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想说经历一点风雨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用一句就是最流行的话，我也想低调，实力它不允许呀。大哥名叫李家良，今年28岁，虽然月收入为0，但月消费却是5万元起步。他最大的烦恼就是每天有花不完的钱。你就说气人不气人？嘉哥不仅有钱多金，而且自认为长得也不是一般的帅，所以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是既简单又粗暴。必须有票，几次身段必须好，我就喜欢要求那种凹凸有致的啊，对，有标准就好办事。既然嘉哥有钱又喜欢漂亮的，那么红娘就为他安排既漂亮又喜欢钱的。这次的相亲女孩可以说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嘉哥看到女孩第一眼就彻底沦陷了，甚至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但似乎女孩对嘉哥印象并不怎么样，开场灵魂3连击那可是针针见血。我觉得长得一般，对，然后还要不说女孩还是太年轻，她根本不知道我嘉哥的魅力所在。都说高手过招，见招拆招，女孩一上来就给嘉哥来了个下马威。家里吧，觉得就是把我养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，在这个彩礼养这么大谁容易呀？跟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。但我长得好看呢。嘉哥钱多，但人却不傻，明显看出女孩是有意在提高自己身价。不过没关系，条件尽管开。嘉哥纵横江湖28年，啥场面没见过。我家里边觉得彩礼啊，最低就得50万起，然后房子呢，最起码得180就行，然后车呢
怎么也得宝马5系。好家伙，这女孩没个几百万可拿不下来啊！要是没点真实力，还真不敢揽这次期货。要不说还得是我家哥，天上飘下5个字那都不是事。180平房子太小，直接给你一套大别墅，宝马5系根本不入流。如果有需要，私人飞机也不是不可能。至于那50万彩礼，对家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彩礼50万，我再给你200万，那都不是问题。女孩听了家哥的话，顿时乐开了花。樱桃小嘴更是笑的 AK47都难养。女孩的条件是得到满足了，可家哥的担忧却增加了。原来家哥也谈过不少对象，可这些女孩无一例外都是相中他的物质条件，这一点让家哥特别反感。我感觉喜欢的不是我了，就是我的生活。你也是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呢，所以现在我也喜欢你的物质。女孩的回答是真实在，家哥这心里是真哇了，那滋味比钱太多花不完还要难受100倍。女孩见自己说错了话，赶忙向家哥解释。那你说咱俩没了解呢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人，你就说你有钱，你要给我250万的彩礼，你说我能不心动吗？我现在还跟你这个人有什么关系了？我现在眼里都是那250万。家哥听后也不再对此事过多纠结，毕竟这事自己也有责任，谁让自己那么有钱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于是家哥决定乘胜追击，一举抱得美人归。当得知女孩1个月工资只有5000时，家哥就提出结婚以后让女孩辞职在家相夫教子。女孩表示自己不想做家庭主妇，想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朋友，而且希望保持经济独立。我不想做那个家庭主妇，我就是觉得女孩子就是为了自己的事业。女孩的坚持令家哥很是不爽，他再次强调家里不缺钱，有保姆又不用他做家务，何必为了那点工资出来辛苦工作？你就是天天负责美貌如花，天天我就能把你领得出去，在朋友面前必须得体面一些，对吧？尽管家哥说的天花乱坠，人家女孩却有自己的小心思，在家当全职太太也行，但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感。万一哪天家哥变心了，女孩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就是我想说这个名字能不能先写成我的？把什么写成你的？就是别墅的名字。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家哥一听这女孩不简单啊，这是要打自己别墅的主意啊，于是开始装糊涂跟女孩玩起太极。女孩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哪里肯吃家哥这一套。你也不用觉得我物质上或怎么，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它就是这样，就是女孩就应该为自己多考虑一点，不然以后咱俩就结婚了，然后你怎么样的，我不可能不为我自己考虑。眼看蒙混不过去，家哥也不再装了，直接摊牌。探研房本上写女孩的名字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如果两人不幸离婚了，女孩就要分走自己一半产业，到时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于是家哥向女孩提出了一个要求：婚前试婚呢，这种你有过考虑？这话一出口，女孩也是一脸懵逼，她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想到家哥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。那咱俩不合适呢？那不合适，那我是一个女孩子，我进来就全给。家哥也是看出了女孩的顾虑，急忙给试婚重新定义，彼此相处一段，未必说就非要就是发生什么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尽管家哥这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去拿自己的清白做赌注？不得不说，这两人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这一来一回着实让人大开眼界。家哥见这招不管用，于是把话题转移到生孩子的问题上。家哥表示自己3代单传，现在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抱上大孙子，何况家族这么大，产业也需要有人继承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如果你以后结婚了，生一个女孩给你40万，生一个男孩给你80万，然后每生一个孩子给你配2个保姆，买一套房子。面对重金的诱惑，女孩并未就此妥协，但想想大别墅，还是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生一个孩子，就对我来说，就你的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你第一身材走样了，是吧？然后第二，你皮肤什么的，你肯定都不好了。家哥表示，女孩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，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是事。可以给你拿钱，你去做美容啊，做那些养生啊，然后恢复身材，这都可以呀。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，女孩还是保留了最后的一丝人间清醒。如果生多了的话，就是我也挺闹腾的，就感觉一个就够用了，而且一个其实我都不太喜欢生。最终两人的相亲还是以失败告终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看完是怎么想的？反正我是为他们两人捏了一把汗。感情若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，又有什么幸福可言？大家说对吗？